千磨万刻虽辛苦，新时异彩续华章。上一集为朋友们讲述了八卦掌64手印章的前世，今天咱们来讲一讲八卦掌64手印章的今生。我还是在20年前整理李子明先生遗物时，意外地发现了这件当时已经尘封了20年的64手印章印件原件。打开发黄的卷轴，内心又激动又兴奋。那时还是我的老母亲谢启华女士为我讲述了八卦掌64手成章的经过和陈年往事。我和所有的朋友一样，都为这珍贵的64枚印章被磨掉而遗憾，期望再见真容。在人生的征途上，总有人怀揣梦想，总有人付之行动，总有人甘于奉献，也总有人负重前行。在八卦掌的门中，就有这样一位传人，姓姜名松友。您看，就是照片中右边这位穿紫红毛背心的，左边是64印章原作者李金明，右边是64印章现作者姜松友。姜松友现居上海，他是八卦掌名家臧学范先生的入室弟子，一名副转军人。当年他在东北的一所航校任教，当时他患了眼疾，怎么治也治不好。后来朋友介绍他向臧学范先生习练八卦掌，最终他的眼疾也痊愈了。姜松友非常酷爱八卦掌，一生都在学习、传承和弘扬。姜松友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，就是复制一套八卦掌64手印章，但是苦于没有时间。当他退休以后，他用了2年多的时间，重新设计、刻制了一套八卦掌64手印章。更可贵的是，当他听说北京八卦掌博物馆被北京市文物局正式授牌的时候，毅然将这64枚印章快递到北京，无偿地捐献给了北京八卦掌博物馆。为了感谢他的爱心，表彰他的义举，我们特别邀请他参加了2024年9月22日北京八卦掌博物馆挂牌仪式。姜松友门人在他捐赠64手印章的作品说明中这样写道：吾获李子明先师八卦掌慧宗爱不释手，并萌生重刻64手印章之想法，利用空闲完成心愿。吾受李老抬爱，恩师臧学范、裴希荣之培育，或以八卦掌和武当功法，今又受李秀仁老师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之感动，更受李子明先师提倡的与君共研八卦掌，保我中华亿兆春之鼓舞，故将所刻64枚印章赠予李秀仁馆长，为八卦掌武术发扬光大贡献绵薄之力量。2024年，姜松友从上海来北京参加八卦掌博物馆挂牌仪式，他又刻了2枚印章，一枚是上武崇德，一枚是尊师重道。而他自己正是把这种中华武林100年所提倡的精神付之于行动。八卦掌64手不仅有精致的印章，还有非常生动的图形。您看，这些图就是体育大学何方贵老师画的。何先生不仅有娴熟的绘画基础，还深谙武术的技艺，所以才能画得这样惟妙惟肖。这种手绘的图现在已不多见，所以十分的珍贵。以上便是八卦掌64手印章的今生，希望中华武术代代相传，涌现更多的文武兼备的
优秀人才。下一集继续为您播讲八卦掌名家的故事。